今天早上4点半起的床，然后一起床啥都没干，就直接开车赶来 Petal Lake 了。然后我们现在 hike 到那个观景平台，看看能不能看到日出。那我们观景平台见。Petal Lake 位于班夫小镇的北边，是冰原大道上一个不可错过的景点。这一集我将从这里出发，前往北边的 Jasper 国家公园。在接下来的4天里，我会在这里遇到什么样的惊喜呢？现在在这个 Petal Lake 拍了大概20多分钟的延时。早上太阳刚起来的时候，还稍微那个山顶上还稍微有点红，然后风一刮来之后，就是从那个班夫那边过来的云，就是把整个天都盖住了，所以就是还挺冷的。我们回车里稍微暖和暖和，然后就直接出发吧。OK。现在是早上6点。我便出发前往北边的 Jasper 国家公园。路途中，我碰见了从马路中央升起的彩虹，可没等我掏出相机，它就已经淡去，只有车载相机留下了这难得的瞬间。今天的天气一会儿晴一会儿雨，我没有足够的防雨装备，不能进行长时间徒步。不过好在冰原大道沿途有好多景点，我便决定随意逛逛。就在那儿。burger 上来 ，Bison Burger， 就是学校的一个汉堡加一点薯条。从 Petal Lake 出发到 Jasper 虽然只有200多公里。但沿途能够观景的泊车点却有10几处，不知不觉，等我到达 Jasper 小镇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了。在小镇短暂停留后，我决定直接前往今晚的留宿地点—— Hinton 小镇。就是好早之前就已经从 Park 出来了。然后来到了那个离 Park 大概70公里左右的一个小镇，叫做 Hinton。边上是有一个超市，叫做 Fresno Bros， 可能是就当地人开的一个超市吧。然后它边上有这个 free overnight RV parking， 所以我们就在这儿过个夜，然后明天再进 Park。今天的话就稍微 chill 一点嘛。那我们今天晚上稍微准备，然后就休息了。拜拜。昨天11点钟睡的，今天早上10点钟才起，整整一觉睡了11个小时，太舒服了。这种就是不用早起的感觉，就是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了。然后我又在想，今天要不要去那个 SkyTrain， 因为今天天气好，明天可能又要下雨了，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就今天上山。后来想想的话，还是上山嘛。然后买了那个缆车的车票。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万全了。背包里装了好多吃的，还有衣服啥的，就是怕衣服、帽子、手套什么都有，就怕晚上太冷。好 ，37， 轮到我们了，我们现在就过去了。Jasper SkyTrain 始建于1964年，它是 Jasper 国家公园唯一的缆车。缆车终点是 Whistler 山的山腰，要到达真正的山顶，还有200米的落差需要攀登。那个我们坐上来的缆车。我们是从那个地方爬过来的。
OK， 我们现在在Summit也逛了一圈，现在7点半左右。现在呢打算直接就下山了吧？对，这儿就是那个缆车上下的地方，然后我们要沿着这个山头一路爬下去，可能稍微得花点时间吧，但是下山总比上山容易。那我们就现在直接就下去吧。我们今天晚上还想去拍星星，那我们现在就去 Madison Lake 吧，因为今天晚上好像天气还挺好，挺晴。OK， 那就先这样，拜拜。现在呢，我们在那个 Madison Lake 刚开进这块地方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挺晚了，已经11点多了，就基本上就是不是特别看得到东西了。然后呢，我们就停在这个长条的这个湖的一端，然后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边上有另外2辆车嘛，一辆车是就之前就停在这儿的，是一辆房车，然后还有另外一辆是跟我一起进来的一辆车，里面大概5、6个人嘛，他们当时在这个湖边拍照，然后我在 set up 相机。然后突然一下，他们就是有一个人叫出来，就是说 something's coming。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干啥，我当时就是在车的驾驶座这儿，然后当时的那个副驾座的那个门是开着的，然后我当时就是一把我放在外面这个包给提进来，然后门一关，然后关门的时候就发现一只黑熊在外面慢慢的走，就是走过来。过了一会儿之后啊，然后我就下车了，我问边上那辆车的那个印度人。就是说你们怎么看到的？他们说有一个人在拍照，拍着突然发现那个照片后面多出来一只熊，当时就吓死了。所以，小心再小心。早上好，现在是第2天的早上8点多。昨天晚上1点多睡的，然后5点多就醒了，也睡不着了。然后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昨天遇见熊的这个地方，就是 Madison Lake 的最边上。就是我身后的话，这就是 Madison Lake， 然后这块地方就是有一个 parking area， 然后那边的话就是公路，车门就是在这个位置左右，然后这个熊就是在这儿，就是大概就是1、2米的位置，所以就是特别近。然后那个向导还在解释，就为什么最近就是这周围熊这么多，也就是因为。就看这个身后吧，就这边山头，还有这边山头，其实就之前全部都因为火灾烧掉了，所以就现在所有的那个植被都是从地表新长的，包括那种树啊什么都是新长的，所以就是食物特别多，所以就是熊就特别喜欢在这块去晃来晃去找吃的，熊开心了，我们吓了一跳，真的是。OK。然后我们把这个照片备份完之后，稍微再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决定我们下一站去哪儿。今天还是就轻松一点吧。通过昨天这么一折腾，今天又感觉精力憔悴了。真的是太难受了。今天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于是找了一个附近的湖逛逛。坐在湖边，看着过往的人群，感觉昨晚的遭遇是那么的不真实。在停车场做饭的时候。我遇见了几位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们看见了我车里的布置，非常好奇，便过来闲聊。和他们讲述了我一路上的经历后，他们非常激动，说有机会，他们也想做这样的旅行。现在我们在这个 Malin Lake 的正对面。这就是 Malin Lake， 然后在这坐在这晒着太阳，还是有点热。我们晚上的话去那个 Jasper 西边的一个 Moondocking 的地方过夜，那个地方还没有去过，我们去看一下。然后今天应该就没有什么别的行程了。OK， 那我们就收拾，出发吧。早上好，昨天睡了好久，从昨天早上是8点还是9点就睡了，然后今天早上5点钟起床，吃了个早饭，然后我们就1个小时长途跋涉，来到了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 Addis Cabo，
这个地方的话是相当于是一个海拔还比较高的地方。你看现在来的早，还没有几辆车，我觉得待会儿的话应该车就会满了。Morning. Good morning. You hiking as well? I'm going to tomorrow. Oh, nice. Yeah, today it's gonna rain. It is. In the afternoon. Not supposed to rain on our vacation. Right? Right. Yeah, always happens. Have you done this? No, first time. God, it looks fantastic. Oh, you done it before? No, but I just read about it. Oh yeah. Yeah. All right, gonna hit the road. Good for you. All right. 在那个地图的那个亭那儿碰到的那个老先生，又跟他聊了。他说他要这次要干一个非常 crazy 的一个 kayaking， 他就是打算去那个 Mackenzie River， 就是那个坐飞机进去，然后乘着卡亚克做的，要100 miles， 大概160多公里，然后花10天时间，就是一直漂流而下，然后跟他的一个 sister 一起。出发前觉得自己开车横跨加拿大，还觉得挺厉害。一到路上发现一个个都是猛人。我的天哪！给大家看一下冰川刚刚融化出来的雪水，就是这种碧绿的颜色。天气一暖了之后啊，就是太阳打在这个山的雪上，然后就是雪就一直在往下掉，就像瀑布一样，但是是不止瀑布。然后现在太阳大了之后，就是你看人越来越多了，就后面都是人来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就原路返回了。这是我在 Jasper 公园的第4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从 Mount Edith Cavell 回到了 Pyramid Lake， 稍作休整后，我便离开了公园。接下来的旅程里，我将开始向北进发，前往北极圈。